皇帝，为娘我做得心安理得。从今以后，我大周再无冤狱。这位兄长，适才你说因谋反罪入狱，真不会有出头之日吗？你是何人？为何初次相见就问在下这番话语？在下来俊臣，因得罪了东平王，被压在此。所问兄长之事，乃因来某想有出头之日，不愿在此了却残生。在下认的是谋反之罪，不比那鸡鸣狗盗之类。此地是进得来，却休想出得去呀。你得罪的是皇上，进得来出不去；我得罪的不过是东平王，或许有得见天日之机。兄长，可否将你那脱身绝招教于小弟啊？在下之策，小弟若能谨慎行之，或许能获生机。愿闻其详。不过，兄长，想让小弟做何事，尽管直言。愚兄此计，需豁出命而为之。若成，则出人头地；若不成，则必死无疑。不知小弟还愿为否？愿为，愿为。在这里等死也是死，豁出命拼一回也是死，后者倒死得痛快。小弟既不怕死，这计就成了一半。不过，小弟先要答应愚兄一件事。小弟若有再生之机，莫说一件，就是100件，也全依兄长。小弟若有出头之日，需尽全力将愚兄从这里保出。此事不易为之，小弟能答应愚兄否？来某若能重获生机，全仗兄长再生之德。来某对天发誓，如有出头之日，第一件事就是如兄长你所愿，不然定遭五雷轰顶之灾。既如此，听愚兄与你细细道来，你要谨记于心。小弟读书不得，不能过目成诵，但小弟强记过人，可以过耳不忘，请兄长赐教。带人犯！带人犯！白俊臣啊，你可知罪？啊，当然知道，但来某无罪。
你现在身在本府大堂之上，拒不认罪，知道是何下场吗？哼，不管是何下场，无罪既不必认罪。你儿子约我豪赌，不光其笨，而且其背，越输越赌，以致越赌越输，直至将你府上房产及下人全部押上赌盘。来某未费吹灰之力，已成了你偌大一份家业之主。其实你儿子只需向我来某当面认输即可，我怎会去占你东平王府地？可你东平王身为宗室，不先教训儿子，为保全脸面，反诬我以罪，将我来某押监入狱，我何罪之有啊？该治罪者你也。我来某死都不会认罪。无耻小人！你在赌局中屡用骗计，失手诈人钱财，还说无罪？不错，来某是屡用骗计，并且技高一筹。但用骗计者绝非来某一人。既然大家都用，你儿子也用，那我来某用一用，又有何妨啊？你说我来某实属诈人钱财，其实大家都在诈，你儿子也在诈，无非是你儿子输了，我来某赢了，我来某得手了，你儿子失手了而已。住好！堂堂河州府衙大堂，岂能容你摇唇鼓舌？本王正告于你，你就是不认罪，本王也照旧判你。你这番言语唬不住来某。来某这条命，在你东平王之手，生杀之事随你摆布。不过，以来某观之，你也就敢拿来某这样的小民开刀。若是换成个当朝重臣或李家宗室，我看你敢？你呀，你不过是虚有王室之名，其实内中全是糟糠。敢咒骂本王，好大的胆！不，来某并未咒骂于你，你本来内中皆是糟糠，来某说的也是你内中皆是糟糠，此乃据实之言，何咒骂之有啊？来君臣，诈人钱财本无死罪，但你于公堂之上肆意咆哮，出言侮辱宗室，本王不得不将你数罪并罚。罪民来君臣听判。听着呢。罪民来君臣，屡用骗计，诈人钱财。别念了，直说吧，是死是活呀？明日行刑，当众杖死。是。时辰已到，即刻行刑。死到临头，哭且不及，还知道笑，这种龌龊小人，留他作甚？快杖毙！行刑！有奏上，有奏上，有奏上！愣什么？行刑！慢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为何停下？为何停下？东平王殿下，如今天后陛下亲下诏令，凡死囚有诉状未申者，一律不得处死，须待诉状申诉之后，将其审理完毕，方可行刑。本王已将此囚审毕，所据皆实。我天下死囚皆在行刑之前高喊此话，难道就一个也杀不成吗？正是，殿下。快说，你有何诉状？在下具状，有人谋反。谋反？何人谋反？快讲来！东平王殿下，你虽为宗亲，但官职卑微，恕在下不能告诉于你。
一派痴语胡言。本王位于天子之下，百官之上，哪里是你这等草囚所能知晓的？东平王此话只能拿去蒙鬼。天后陛下早有旨意，凡状诉谋反者，不必经过地方长吏，可直接诉于肃政台御史大人或李鬼渊、李鬼使大人。是谋反者绝路高下，亦可直接向天后陛下诉问。你不过是河州刺史，比起肃政台御史大人和李鬼渊、李鬼使大人来，还不算官职卑微吗？你这无法无天的狂徒，还等什么？快快掌笔！你们还不动手？东平王殿下，属下官守职禁言，朝廷早已明令，各地凡有状诉谋反者，须将诉者送至京城，地方不得羁押审理。此囚申言谋反，按律则须送至京城。这顿毙命死仗，全且给他记下，待他从京城押回时再打不迟。这岂有此理！东平王殿下，如此说来，你的官职真是小之又小啊！啊？这本死章，全且给他记下，待他从京城回来，一定把他打成肉酱！东平王殿下，你我若是有缘，咱们京城相见。东平王殿下，你我若是有缘，咱们京城相见。带河州囚犯来郡臣。带河州囚犯来郡臣。你就是来郡臣？罪民来郡臣叩见大人。你于刑场之上声言有诉状上奏，可有此事？回大人，确有此事。这里是丘部衙门正堂，你有何诉状，即可诉来。回大人，罪民所诉之状干系重大，须面陈于天后陛下。哈哈哈，好大的口气！天后陛下也是你能面见的吗？罪民说过，此事干系重大，须面陈于天后陛下。本官尚不知你所诉何事，怎知是否必须言于天后陛下？罪民再次恳请大人呈报天后陛下。丘部审案皆按朝廷律例，岂是你一个草民可以随意更改的？罪民不想让大人为难，更不想断送大人前程，故请大人速速呈报。你竟敢在丘部大堂之上威胁于本官，好大的胆！罪民胆若不大，怎能从河州刑场来到京城？请大人明鉴。
罪民之状若是属实，谋反逆凶，必被一网打尽。大人急公受赏之际，就知罪民所言不虚了。好一副伶牙俐齿！本官就依你上奏，若有半点不实，定斩不饶。谢大人。天后陛下驾到！臣恭迎圣驾。朕听说有个河州来的囚犯，说有要事必面陈于哀家。此人何在？回陛下，此人已押在后堂，随时听候陛下提审。把他带上来。是陛下。带囚犯。陛下请入座。婉儿，在。待朕发问。是陛下。堂中何人？报上姓名。陛下问你话呢，报上姓名。罪民来俊臣，恭请天后陛下圣安。你说有要事必面陈于陛下，倒是何事呀？罪民状告东平王李慎谋反之罪。你是何人？与东平王李慎有何干系？回天后陛下，罪民被东平王冤屈入狱，险些一命归西。在狱中，罪民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东平王意欲谋反，不光言语嚣张，直指天后陛下，而且左右连结，团练兵勇，意在效法扬州之乱。罪民见状，不禁忧心忡忡，必欲将此事诉于陛下，使陛下将逆贼剪除于逆乱发生之前，方可不负陛下于天下声明的赐福之恩。东平王在河州还为罪民记下杖死之刑，待罪民回去，即刻变成肉泥。但罪民竟以得见天颜直言禀告，罪民此生死而无憾。站起身来。你一表人才，如何成了东平王的阶下之囚？回陛下，身陷荆棘之中，必会被荆棘所刺，只身虎豹之群，难免为虎豹所伤。罪民成了东平王阶下之囚，非罪民之所愿。既然你忠于朝廷，哀家就赦你无罪，不要一口一个罪民了，不好听。小人谢天后陛下。哀家预留你在此效力，可不知你有何难啊？小人所长有三，可以此为天后陛下效力。有何所长？其一，小人强记过人，只需过耳，便可记之于心。婉儿，试试他。不设钩具，无以应天顺人；不窃刑名，不可催奸西报。记得住吗？不设钩具，无以应天顺人；不窃刑名，不可催奸西报。
果然强记。还有呢？其二，小人善于察言观色，只需些许话语，便可知其心底所想，10中8九。那你说说，哀家现在心底所想是什么呢？回陛下，陛下现在心底所想，乃欲弃旧图新，不为旧制束缚，敢为天下之先。真是个大胆狂徒，竟敢妄测哀家所想。小人奉旨作答，不敢妄测。算你猜得不错。第3是什么？其3，小人胆大包天，可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任凭天后陛下驱使。果然所言不虚。这样吧，朕封你为肃正台侍御史，日后你要效忠于哀家，哀家定会不负于你。谢天后陛下隆恩，小人微臣发誓效忠天后陛下，死而后已。下官来俊臣，拜见索元礼大人，拜见周兴大人。来大人，请。是。我2人已闻来大人才名，来大人年轻有为，又深得天后陛下赏识。日后你与我2人同朝为官，共掌刑狱，可要3人同心呐。索大人与周大人威名远扬，来某倾慕久矣。同2位大人相比，来某实属后学。来某将视索大人与周大人为恩师，望2位大人对来某不吝赐教。来大人客气。来大人，你能到此上任，足见鸿运其身。下官有一言想问来大人：天后陛下给你这个官做，可知为何？来某在赴任的路上，已将此事思虑再三，可否对2位大人直言？此处没有外人，来大人直说无妨。天后陛下振耸天下，弃旧图新，意在革唐之弊。若天后陛下大功告成，我等即是开山之臣；若天后陛下丧权失位，我等即是替罪之羊。想不到，来大人年纪轻轻，对世道却参得如此之透，佩服佩服。来某才疏学浅，不敢与2位大人比肩，仅敢开口议论而已。敢开口，急需天大的胆量啊！看来来大人胆子不小啊。来某只是初生牛犊，全凭义勇之气，不谙为官之道。日后全仗2位大人多多提携。不用客气，来大人，今天你初到此任，这丽景门里，如今已是气象万千呐。来大人，想不想熟悉一下我跟周大人在此的小小建树啊？愿随
二位大人长长见识。来大人，请。请。这些刑具，都是我与周大人日日苦想、夜夜冥思制出来的，件件足见功夫。多少人来到这里，不用上去，就已胆裂肝碎，问之即招。来大人才思敏捷，可否锦上添花？谢周大人看重。俗话说，水火无情。若在这铁链之下只以水槽，将人倒挂垂水中，不需片刻，定然支撑不住。妙，妙啊！再垂片刻，人必枪烟气绝。别说以身亲历，就是以目观之，也令犯人丧胆呐！啊！在高架之下支以火盆，所之以痛，火之以燎，亦无需片刻，必肉焦骨断。就是钢筋铁骨之人，此刑之下也会开口招供的。来大人果然是个人才，出手就不同凡响，果然锦上添花了。周大人过奖了，来某墨迹，不敢以花自诩。来某只不过是在二位大人燃起的烈焰之上，添了一勺油而已。锦上添花，火上浇油，真是人才。老爷，您更衣。嗯。来大人，来大人，来大人！何事大呼小叫？外面有一群脚夫，非说他们车上的东西是来大人您定下的。我定下的？我定下什么了？来大人莫怪，那是一口棺材。啊，对，是我定下的，快让他们抬进来，放在堂屋正中。是。好。如何？就这儿了，慢点放，慢点，慢慢放啊，慢点。好，来大人，快点，这边快点，这不行了，这边后边来了。来大人，小人斗胆问一句，这棺材是给何人定的？何人？如何杀人我管，如何埋人不归我管，这是给我定下的。来大人，年纪轻轻，您这是？不懂啊？
本官上承隆恩，是以死相报。来某现在所做之事，出手即要人死，将来他人对我开口必要我亡。来某自知，我死之日，不会有人愿意为我收尸，更别提为我买棺下葬。所以，来某植下这口大棺材，从此再无后顾之忧。来大人，您这是何必呢？这口金漆大棺，放在我来某府中正堂之上，一来是为提醒自己，只要我还能站在这口大棺之前，即是白白赚来的时日；二来告诉天下之人，我来某已将死置之度外，切莫与我论什么利害短长。你懂了吗？懂了。我来俊臣又多活了一日，备马上朝。是。二位前辈真是才思敏捷，在下佩服之至。来，老弟啊，不是为兄向你夸口，在丽景门里为官，光是誓死效忠、面狠心毒，尚嫌不足，还要用心用智，标新立异，在圣上眼里，方可与众不同。啊，周兄说的对呀，以凶狠为官，到死不过是个打手；以心智为官，前途方能无可限量。来，老弟，你在我二人身边紧随，这可是最要紧之处啊。来某谨记二位兄长之言，但来某有一事不明，敢问于二位兄长。但说无妨。此种凶狠刑具，只怕案犯上去即死啊！就是让他上去即死，那他才会不打自招。若是案犯进得此门，只求一死，难道不正随其所愿了？这，依来大人之意，该当如何？我丽景门拘押刑犯，令其惊悚惧怕，还在其次；取其性命，更是下策之下。进得此门，就应令其生不如死，且求死不能。二位兄长不妨想想，索大人与在下原系草民，周大人也不过是蝇头小利，而今我三人皆得重用，却是为何？换言之，天后陛下用我等推案治狱，究竟目的何在？以来某短见，天后陛下重用我等，其目的无非是8个字。哪8个字？这8个字就是“暗合圣意，甘为鹰犬”。我二人早有此意，只是未向来大人
这般透彻。那么，何为圣意呢？以来某之见，天后陛下之所作所为，也无非是8个字：弃旧图新，革唐之弊。而欲达此目的，天后陛下所虑者何呢？那还用问？所虑者就在有人谋反呢。不尽然。天后陛下所虑者，还有那些礼堂宗室宗亲。2位大人所言甚是。若想将此2类人等剿除殆尽，仅凭这些刑具逐个杀之，恐怕我3人穷其此生，也不过除之1、2。若能举一反三，以一当十，拘1人，而能治10人、100人之罪，方能事半功倍。如此说来，我等应另有良策才是啊。这是在下编得的一部书，在下将此书取名为《罗织经》。罗织经，倒是何意啊？罗织者，网罗告示者，令其告示；告1人，则进行株连，并知其反状。上下左右、内亲外戚，1人告示是千里响应。所以，如何杀人，并不要紧；如何将人犯为我所禁用，这才是重中之重。看见没有？方才我2人还大言不惭，小来大人要以心志为官，以此书观之。我2人该拜来大人为师喽。不敢不敢，吾2位兄长点拨，来某绝无此书。不必客气，我丽景文中有我2人的刑具，再加上来大人的书论，正可谓是珠联璧合呀！启禀天后陛下，侄臣身为天官侍郎，亲自督察今年科考，现已将录取进士择录完毕，重榜进士名册在此，请天后陛下定夺。呈上来。穆爱卿，今年科考，比之去年如何？回天后陛下，今年科考中榜人士多于去年，且各州县及朝官所见之人大多中榜。穆爱卿，朕有3事不明，你须如实回答于朕。侄臣不敢妄言。其一，这些重榜进士是否皆为州县长吏及朝官所见？回天后陛下，这些进士皆为州县长吏及朝官所见，并无杂诱人等。其二，凡进士得中，皆应历经乡试、州试、京试，而这些进士是否3试皆立？回天后陛下，凡县吏所见者，直入州试；州官以上官员所见者，皆直入京试。人员皆由直臣亲自审核，无一例外。其三，入京试者，你是否一一过问？回天后陛下，凡入试者，皆由天官衙门官员一一审核，由直臣总括掌握，从始至终并无任何疏漏，天后陛下尽可放心。
如此说来，此次科考重榜进士之中，寒门术士并无一人。这由各州县及朝官举荐之后，再行科考，即将无数寒门术士弃至门外。殊不知，此种人中，才华出众者大有人在。昔日先帝在朝时，既以广纳寒门秀士入朝为官，如今我正值用人之际，更应不拘一格才是。回天后陛下，科考之事皆由前例而行之，若不居前例，我等将无所适从啊！请天后陛下明察。以朕之见，从乡试起，应将官员举荐尽废之。无论是何出身，有无门第，皆可奉诏应试。3试之后，再将重榜进士给予我殿堂之上，朕将亲自面试之。如此，则可广纳人才，且再无流弊可言。启禀天后陛下，在朝堂之上，正殿之中，令寒门术士登堂入室，前朝无此先例，先朝亦无此类似之举，直臣恐于制不合，请天后陛下三思。科考之行，乃为我江山社稷，广集人才。若只循先例，怕不能将天下英才尽揽之。朕以为，此事有利于我社稷长远，即应自我作古，用事于世。自我朝开殿试之先河，有何不可？天后陛下圣明，微臣以为，天后陛下开殿试先河之举，足可广纳精英，尽揽人才，实乃我朝堂之大幸，亦为天下人之大幸。微臣深表赞同。微臣深表赞同。武爱卿，知臣在。将此名册中人一一宣入正殿，朕要亲自面试。开考。起自隋朝的科举制，到武天后临朝称制之时，已经施行了近100年。在其后的1000多年里，历史长河中的无数佼佼者，都是以此为晋升入仕之阶。而自武则天起，将此择选人才之门向全天下敞开，无论是何门第，皆可经过苦读而得以晋升入仕，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。由武则天开创的科举殿试，延演了近400年后，北宋的皇帝进而将殿试的前3名命名为3元，就是中国科举中的状元称谓之始。说武则天是这一称谓的始作俑者，应该是恰如其分。